战狼附体 ，TikTok 给超过 1.7 亿美国用户弹窗。TikTok 本来是 App Store 的一个普通产品，现在美国国会启动法律程序去讨论这个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整件事情正常且合理。既然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发动战争这件事情上，中共政府选择站队支持俄罗斯，作为北约的领头大哥，美国启动对支持俄罗斯的国家的产品的听证咨询是非常顺理成章的。TikTok 愤怒也是很合理的，毕竟损失美国市场就是损失真金白银呀。但是 TikTok 完全可以用合适的渠道去表达愤怒，可以买下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或者拉斯维加斯的穹顶广告，甚至买下全美的路边广告，每天24×7的抗议。但是 TikTok 却选择给所有的用户发弹窗，这就是在侵犯用户权益。现在人类已进入人工智能阶段，商业规则日渐完善。中共社会还如同仍然生活在丛林社会里，不但时时玻璃心、迫害妄想症上头，而且动辄战狼附体，大吵大闹。至于故意混淆逻辑概念，煽动民粹战狼小粉红，发动网络水军攻击，更是日常操作。可悲的是，字节跳动是中国的顶级互联网公司，汇集了中国的计算机精英人才。如果中国这样级别的公司面对危机所采取的应对都能这么低级，那中国距离现代文明社会的距离也和地球到火星的距离差不多了。中国教育一向可以避免教授逻辑、哲学等培养独立思考的课程，这种教育会毒害3代以上的人，让中国成为被文明孤立的信息孤岛。Why you're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战狼小粉红不敢提及的是，在中国，一切 App 都要在工信部备案 ，Google、Facebook、Twitter 等一切国外 App 都被禁用，连苹果手机自带的 FaceTime 都被禁用。中国政府更是禁止使用翻墙软件去访问国外网站。即便如此，俄乌战争的进展也让国内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和引导。最近无端挑起的诉讼莫言的闹剧也草草收场，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甚至连著名雕盘手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前段时间，著名网红钢琴家 K 博士在英国火车站和战狼小粉红的冲突，让文明世界认识到新一代的小战狼们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根本站不住脚的战狼咆哮，在一个执法与公民权利的社会制度下，就是一个彻底的笑话。现在欧美等文明国家，新科技如潮水般涌现，人工智能、星链、马斯克的发射火箭回收技术、芯片，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每天都在创造奇迹。中国却只能做一个孤岛，抱着还停留在2战时思维的俄罗斯一起沉默。睡觉啊。